好，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跟我们画的这个叫一个这个是一个方形的斗方的宣纸斗方的宣纸这个宣纸的尺寸呢是多长？我给你们量一下宣纸的尺寸的话是70厘米的，70乘70在这构图你看它是一个70乘70乘70厘米的一张作品，它的尺寸是70乘70的然后呢，你看，对，40斗方是的，70乘70。然后我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花头的位置，上面你看大概得留多长出来？就是上面大概是要留出20公分20厘米差不多大概要留出20厘米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位置基本上得留出20厘米，在这个20厘米下面的这个位置上面画花头，明白了吗？20公分以下的位置画第一个花头。我们把花头的位置可以确定一下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花头画一个花头，颜色加深一点，加深一点。在这个地方我加出一个花头。那么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主花头一个主花头。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主花头。那么今天你看主花头基本上下面的位置你看我用一个铅笔，用铅笔把这个枝干先表达出来你看我简单的给它穿插一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串枝干，大概的位置它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样子斜过来的。或者呢你看可以这样子你看在这个地方我再加一支，再斜一点再斜一点，你看是不是继续向里边斜一点就是用这个铅笔来表达的是这个花头的枝干位置，包括这里可以藏一个，这些写上是背面背过去的花头背过去的花头。那么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枝干呢这些确定好了以后咱们呢就画什么呀？去画这个画我们这个篱笆篱笆我用的是一个墨是一个墨水去画的就是说把这个遮挡起来。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篱笆画好呢？先确定一条横向的直线，因为这个篱笆有立体感的，它是有立体感的所以说我们要确定一条横向直线，比如在这个地方。看见了吗？这样交代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花头盖在了篱笆上，而这个花头被篱笆盖住了，能理解吗？这个花头盖在了篱笆上，这个花头被篱笆盖住了，大概的你看花头和上面公分是20厘米20厘米。然后第二条篱笆你看要怎么画？它们俩要稍微长一点点。你看这个跟爬山坡一样，你看往什么？它是往斜上方爬的，斜上去一个是平的，一个是往上斜的。但是画的时候咱们不能太绝对，你说绝对画得很平吗？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啦，差不多就好差不多就好，理解了吗差不多一个是平的，一个是往上斜的，你看擦往上爬上去。那么我们来穿插，你看里边的这个这个经纬你看穿插这个你看像我这样你看笔尖点在这停你看斜过来斜过来，注意了外面的长外面的长，里边的短。理解了吗？它是外面的比较长，里边的比较短，最后呈现出来的构图这样最后你看外面长里边短，最后呈现出来一个构图
外长里短，所以呢，我们可以先画一个花头，画完以后再画枝干，或者是把位置留出来再画枝干也可以，两种方法啊，你可以画花头再画枝干，画这个东西啊，也可以先画这个再画花头，这个咱们不绝对，因为构图构好之后，你位置可以空出来呀，位置可以空啊。这个篱笆我们画完以后呢，你看基本下面空的就不多了。这里画什么？画小鸡啊！你看这边画一只小鸡仔啊，简单的加一下啊，一个小鸡啊。好，这边再画一个小鸡啊。OK， 这随便啊，你看可以再加一个啊，随便加一加。那你看这样子，我们这一张构图就完成了啊。这样一个70厘米乘以70厘米的构图，一个斗方的啊，牡丹配我们的小鸡仔的就出现了啊。这个构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构图注意一下。那么我们一会儿在画的时候呢，就可以什么呀？哎，找位置，然后去画啊，找到位置。如果有的家人你还是不会画怎么办？哎，折一下，它反正是方的嘛，咱们构图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折一下。对吧？你看，1、2，好了，在哪一边啊？中间偏左一点点，左右偏右一点点。你把它分为1、2、3、4四格嘛，1、2、3、4四格嘛。你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好找了？好找位置了吗？你看，我把它分为几块？你看。把它分为4块，然后我们就来找位置，就很好找。这是我们的一个构图啊，一个构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拿出一个什么呀？一张斗方的宣纸啊，4尺斗方的宣纸啊，是方的。拿出一张4尺斗方的宣纸，尺寸为70乘70厘米。尺寸为70乘70厘米，然后啊，咱们呢按照这张构图来画。你看，这边一横，这边一竖，是不是竖下来啦？哎，按照构图去取，你看花头大概咱们就画在这儿，上面是20公分啊，拿小尺子给它量一下，你看啊，20厘米。好了，你看，大概你看。在这个地方，啊，画出一个花头，是不是就确定啦？你看，20厘米的位置，你看在这里画出第一个花头，上面啊给它预留点空位，是20厘米的啊，这里是20厘米，下面是一圈啊，是一个花头，所以你们的位置非常好找。你看，用手指头顶一顶啊，顶一个小凹陷，然后呢，你可以把枝干先画上去啊，你也可以呢先画花头也可以啊，这个咱们不绝对啊，不绝对。那么你看，我呢在这个地方啊，先确定好了，画出一个主花头。今天晚上这个主花头是一个包菜啊，是一个包菜，一个粉红色的包菜。这是太白颜料，直接加进去，1、2啊，太白2坨，加1坨的3绿，太白2坨加1坨3绿，拿出一个小勺啊，一小勺，拿出一个小勺，舀一点清水，1勺。2勺，3勺，4勺啊，4勺清水啊，咱们呢加入4勺的清水啊，4勺的清水，拿出一支干净的毛笔，把它搅拌均匀。你看，搅拌均匀啊，不要有明显这种颗粒浮在上面的就不行，要搅拌均匀啊，不能有这种很明显的颗粒物浮着啊。要搅拌均匀，搅拌。
轻轻的去搅一搅它。你多搅一搅不碍事儿，多搅拌搅拌是没关系的啊，不碍事儿，你尽管去搅拌。你看，整一个给它都调匀了啊。OK， 搅拌搅拌，调匀，然后刮干。啊，整一个搅拌搅拌，然后刮干，调匀。检查一下我们这个毛笔啊，你有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这种脏脏的粘在上面有没有啊？有没有？如果没有呢，就没关系的啊。如果有一些，你看这个地方就错了，你看是不是一个脏脏的？这样子一块，它会非常影响你们的一个绘画，就是很会影响你们的绘画。然后刮干一点点。好，再检查一下，好，没问题了啊，没有问题。然后给它擦一擦，擦一擦，笔尖拔掉一点啊，小毛毛。然后呢，我们加点什么呀？加点我们这个玫瑰红啊，加点玫瑰红。因为今天晚上我想画一个粉红色的花头，好吧，一个粉红色的花头，但是我又想它的颜色呢不是特别的深啊，不是特别的深。你看啊，我要加什么？藤黄啊，来一点，笔蘸一点，你看放一点藤黄。哎呦，挤不出来了。藤黄啊，藤黄多一点。钛青蓝少一点点，钛青蓝非常的少啊，钛青蓝非常的少。然后你看，用一个小棍儿给它搅开，比例呢是藤黄为2，钛青蓝为1，调成绿色。藤黄为2，钛青蓝为1，调成绿色，好吗？啊，藤黄为2，钛青蓝为1，搅拌搅拌，一定要搅匀。对，整一个颜色一定要搅拌均匀。就是整一个，你看啊，就不能有一点黄色，全部搅拌均匀，有点像这种芝绿色，这种浆果的颜色啊，类似于咱们这个浆果的颜色。好，沾一点这个颜色，你看调到哪里啊？调到这个整一个毛笔里边去啊，有点类似于我们浆果的这个绿色，你看。好，多蘸一点这个绿绿的啊，你看蘸进去，蘸到我们的笔根处。蘸到笔根儿，你看，蘸到笔根，好吧啊。就你看，笔根处都得是这种绿色的哦。OK， 就是你的笔根儿一定要调绿啊，别的地方其实还没有事儿。就是笔尖的不要调的太绿了啊，笔尖不要，你看我的用什么擦擦？用笔根看到了吗？用笔根啊，对，用笔根去擦啊，擦点这种绿色。然后我拿点玫瑰红啊，我拿出一点玫瑰红啊，这是玫瑰红。玫瑰红加到毛笔的什么啊？你看，加上去啊，加到笔尖，这个我们粉红色少一点，放大概1/3就够了。玫瑰红啊，放1/3。你看1/3处，颜色调淡，记得啊，颜色调的非常的淡，不深。颜色调的很淡不深啊。好，笔尖蘸一点曙红，笔尖蘸一点点曙红啊，你看，一点点，要调干净一点，看一下调色。
一点点曙红就够了啊。好，我刚才说了，我们在这个70乘70厘米的纸上，你看左右右上方下面还要过20公分啊，20厘米，20厘米是这个下面，你看这里是20厘米啊，20厘米，下面这个位置画一个花头啊，画一个花头。你看这个花头我们要怎么画啊？首先我刚才说了，画一个包菜形的花头。那么你看啊，我呢在这里先20厘米在这儿画一个圆形，看见了吗？画出一个什么呀？画出一个小圆啊，画出一个小圆，对不对？画出一个小圆形啊，画出个小圆形。然后你看，我分为1、2、3、4、5、6、7，一共分为7个点，一共把它分为7个点。你看，我在第一个点这个位置上，你看加一条线，第一点上面加一条线，第二点上面你看拉长一条线，右上角啊，拉长一条线，对吧？你看这一边，你看，哎，往下来一条线。你看我分为7个点啊，你看，其实你要分8个点、9个点都是大家的自由啊，那都没关系。你看这个地方卷进来，这样就是你看，基本上1、2、3、1、2、1、2、3、4、5条线就有了啊。你看这个地方一条线。横过来一条线。现在呢，可以把这个步骤啊，把图解下来啊，因为这个图很重要啊，这是代表着我们的花心儿啊，可以截个图。第一步啊，请先截图。好，非常好，因为截图也是很重要的啊，截图很重要。然后你看，这是第一层，那我们先画第一层怎么画啊？你看，笔尖加一点我们的曙红，比较多，一点点曙红啊，一点点曙红。好，我们来看一下花瓣的方向要怎么取啊？你看，笔尖是不是在这一边？线在哪一边，笔尖就走哪一边啊？你看，笔像我这样，你看，哎，按一下，慢慢的，你看往上拉，停。对吧？线在哪里，笔尖就去哪啊？线往哪走，笔尖就往哪走啊？擦一下啊，线往哪边走，笔尖就往哪边走。好，粘一下我们的啊曙红，你看继续的。是不是？对，线往哪边走，笔尖咱们就往哪边走啊。继续的，这时候不加绿色，光加什么呀？光加玫瑰红，不加绿色，光加玫瑰红，加点曙红。不加绿色啊，光加玫瑰红，光加曙红。你看这一边。对吧？慢慢的把花瓣呢给它垒起来啊，垒起来，继续啊，持续的调玫瑰红啊，一直调玫瑰红，加点曙红，一直加，一直往里加啊。你看这边的花瓣啊是怎么加的？你看啊，这边的花瓣，你看在这儿，哎，给它先分一下，弯过来，先弯过来。弯过来以后，笔尖对着哪里啊？对线，你看。如果你一笔过不来，可以像我这样，可以过2笔的吗？对吧？如果你一笔过不来啊，咱们可以过2笔，可以过3笔，那都没事啊。就是你想过几笔你就过几笔啊，好不好？一笔过不来可以过2笔，可以过3笔，没有问题。再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蘸一点曙红。继续加啊，继续加。
你看这一边的，你看，先按一下，给它先区分一下，先把这个角给它角度先区分出来，区分出来以后，你看毛笔笔尖顶着什么？顶着线往上按压。往上按压一下，把这个花瓣给它压出来，对吧？就是你们在画的时候啊，如果呢需要你觉得画这个辅助线会比较适合你们，那你就可以加辅助线啊，对，沿着线去走，对，你就可以加辅助线。你觉得你画的挺好了，没有必要加辅助线，你也可以不加啊，对，你也可以不加。好，站一下啊，你看我这个地方的花啊，看我继续加。沾一点这个什么呀？沾一点这个绿色啊，多沾点绿的。现在可以把颜色慢慢的加绿，慢慢的加绿啊，慢慢的加绿。再沾一下这个玫瑰红，沾一点点的玫瑰红啊。然后呢，蘸一下我们这个曙红，蘸一点点曙红，一点点曙红。然后你看，我们把所有的线呀，全部给它垒上去啊。你看这条线是不是横着的？看见了吗？是个横线。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点一下，点一下，你看，把这个线给它先点出来，然后你顺着这个线的位置，你看点一下，你看，压上去。这样会了吗？你看，咱们顺着线去压就行啊，顺着线去压。再沾点什么？沾点曙红，再沾一点点曙红啊。你看，在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一下，你看把这空缺给它分出来，然后你看，哎，笔尖朝外，对吧？笔尖朝外，朝外面给它垒上去，是不是这样一个朝里边卷的一个花心，是不是就出来了？对不对？你看。你看啊，是不是这样一个花心儿就有了？是朝哪边啊？朝这个下面给它打开的，是不是？你看我这个圆形给你们画出来，它是不是圆形还在？对不对？它的圆形还在。那好，我们画完这一圈以后呢，啊，继续该怎么画？看好喽，这里是一个花心。这个地方是一个花心儿，那么花心的透视关系是怎么样的？你看，看见了吗？它的透视关系，你看花心下面顶着个什么呀？顶着一个枝干，所以透视关系它走到这儿去了，是不是走到下面去？这是透视关系。然后我们顺着透视关系怎么样？你看，1、2、3、4、5，看见了吗？顺着透视关系，我是不是可以又画出一个圆？听明白的打个1。顺着这个透视关系，你看它不是斜着吗？顺着透视关系，我是不是又可以加出一个圆？对，这样很好理解吧？你看，就它俩是对着的，好，加出一个圆。你看这个时候花瓣怎么加？你看，哎，一下。啊，你看，对，画外层是的，对，透视关系就找到了。然后我们呢加个线，你看，是不是啊？啊，你不要又说我画圆了啊，不要又说我画的很圆了啊。你看是不是透视关系就都找到了？对不对？这样很好理解了吧？你看又一条线，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画呢？你看，可以截图了，可以截图，可以先截图。对，先截点图。透视关系必须要找对，一定要找对透视关系。好的，哎，很好。好，蘸一下我们这个绿色。因为更多时候你需要知道你在怎么画，或者你要知道你在干什么，就很重要啊！你要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你看蘸一下我们这个玫瑰红，
蘸一下下玫瑰红，多放一点玫瑰红，不要太少了。稍微多放一点，因为第二层可以稍微压的红一点啊。再蘸一下我们的曙红，一点点曙红，然后你看道理还是一样的啊。小一点，你看。咱们的笔尖对着哪里啊？请问笔尖对哪里？笔尖就是对着这个下面这条线去画就行啊。笔尖对着线去画。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你看。笔尖咱们怼着线去画，是的，继续找线。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只要把线找对了，剩下的不就容易了吗？是不是剩下就容易很多呀？你把线找对就完事儿了。蘸一下曙红，好理解吧？蘸一下曙红啊！你看旁边这些地方都一样，笔尖找线。所以当你了解了画的方式以后呀，你以后就会你就越画越会了嘛。对吧？给它盖起来，一层一层的去盖啊。好，蘸一下我们这个啊。所以说你这样画出来花头它很变化很多呀啊！你看，你只要记住所有的笔尖都是对哪里画，对着下面画，就画着画着它就干净了，就因为思绪捋顺了，因为思绪捋的比较顺啊。思绪捋顺了，你画的就比较顺，不然就乱。接触第二层，你看再蘸一点啊，玫瑰红，蘸一点曙红。你看我沾一笔色，基本上可以画好多次，对吧？蘸一次色可以画好几次了。朝一边斜啊，朝一边斜，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好多卷吧，是不是？你看，这个是不是又加出一层？我们还能加，这个时候该怎么加？你看，你看透视关系往外走，是不是又走出一个？这条线是不是一直往外延伸啊？看见了吗？是不是线一直在往外面延伸？明白了没有？一直在往外面延伸。你看，它还能再加一个圈，是不是一圈一圈的往外面套？一圈圈，你看，是不是一圈圈？你看，对，一圈圈往外面套。你看啊，我们简单的再套几个圈就好了。简单的再往外面套两个圈就完事儿了啊！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蘸点曙红。所以说你花头想画大一点没关系，圈往外套。这个时候我们来调整一个花头的造型啊！我这个花头想往这边斜一点，你要往左右往左边斜，你就在左边多加瓣，在哪边多加瓣啊？你要往左边斜，就往右边多加瓣。在这啊。你要往一边斜，你就得朝一边多加瓣，你看，对吧？这个就看你朝哪边斜了啊，朝哪边斜。你要往斜的那个方向，你得多加点花瓣。蘸一下绿的，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多来一点，蘸一点曙红。这个就取决于你们自己啊，就看你想往哪边瓣多加。
OK， 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然后你看，在这个花心处要画什么呀？画一个，你看啊，朝上面，你看这种斜过来的瓣儿，朝上面的斜瓣儿。那么我们一会儿再加，基本上这样一个花头造型就已经出来了，理解了吗？花头的基本造型就出来，就是一个小圆，再套一个圆，再套第3个圆，把这个花楔给它套出来，套出来啊！套出来以后，我们加反瓣儿，套出来之后，我们加反瓣儿。然后你看，因为这个地方我不是加一条线吗？加一个线的话，可能会影响我整个美观度。那么我把它盖起来，你看。对吧？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它的美观度，我就把它遮住啊。对吧？把它们俩连在一起啊，遮住它，因为可能会非常影响我这个花瓣，它画着不好看，里面有条线，对不对？会不好看。然后你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朝里边啊去画就行，朝里边走，加一些我们的翻瓣啊，加一些翻瓣，比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啊，蘸点清水，加点玫瑰红，稍微多加点玫瑰红啊。稍微多放一点 ，OK， 蘸一点什么呀？蘸一点我们的曙红。你看，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来找什么呀？找洞。我们从第一个缺口开始找好吗？这是不是有一个洞洞？看见了吗？是不是有个三角形的洞洞啊？你看，怎么样？在这个洞上，你看笔尖朝一边，给它点一下，两边都要加。啊，朝里边加啊，朝里边加，对吧？两边都要画啊，然后朝里边加啊，朝里边加。你看，把这个洞给它盖住啊，盖住。懂的人都懂啊，不懂的人讲了还是不懂的啊。看这边，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一下曙红，继续的。你看，把这些小洞给它全部遮挡住。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个洞啊？用你看曙红点一下，回一下，你看。笔尖点一下，你看啊，把所有的每一个翻瓣都用什么？用重色给它盖住，每一个翻瓣用重色给它盖住啊，用重色给它盖住，你看，对吧？是不是花瓣就开始分出来了？一个一个小花瓣分出来了啊！咱们把每一个小空缺全部填上，你看这里是不是还有个空缺啊？笔尖点在这个地方，你看点，往下一按。把这个所有的小洞给它盖住，你看，笔尖点在里边啊，笔尖点在里边，点，拖出来，是不是花瓣分出来啦？先点住，你看这个地方有点不清晰了啊，对，不清晰了，我就在这儿，回一下，不干净我就回一下嘛，把花瓣给它回出来。好，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啊，也有个这种大的瓣啊，也不干净。你看，咱笔尖顶着它，你看按下去，向上拉大一半啊，向上拉大一半。这一边呢给它分一下，把每一个小洞全部给它合着，把每一个小洞全部合起来。笔尖给它回一下就行了啊，那回不回其实也没关系啦，主要取决于你们自己，对吧？这你看，这是不是有空缺啊？我们就来找洞，哪里有洞你盖哪里啊？盖什么地方呢？这不是有个光滑面吗？看到个光滑的背面了吗？那这个背面你看，往上一加，啊，往上一加，笔沾一点什么呀？我们的这个你看，每一个光滑面都给它盖住，所以你接下来需要做就是盖面啊，盖面。盖起来就好了啊，对，你把这个盖面给盖起来就好了啊。好，笔尖点一下下啊，你看合着，对吧？朝下面给它合起来啊，对不对？
然后你看下面这种卷瓣继续添，继续去添，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蘸一点曙红，啊，一点点玫瑰红，一点点曙红，你看继续加，全部给它合在一起啊。你看朝这一边笔尖，你看再点一下，你看空缺位置给它盖起来，诶，是不是把所有的小空缺全部给它遮挡起来就完事儿了？所有的小空缺给它全部遮挡住，蘸一下玫瑰红，蘸一下曙红，玫瑰红蘸一点曙红啊。你看下面这种所有的大缺口啊，全部给它夹起来。你看这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空缺，对不对？所有的空缺给它遮挡住啊，所有的空缺全部遮挡住。你看笔尖点，你看按一下，好，笔看到没有？整个压住，压大一点。对吧？整一个都给它压住，压大一点，盖起来也没关系。你看，盖一盖啊，你看这是不是又多了个空缺？你把所有的空缺全部填起来，所有的这种小空给它盖住。你看，哎，笔尖向上滑一下，啊，向上滑一下，对吧？加一点点，再加一点我们的曙红，你看点。往上滑一下，中间给它用红色给它，你看添一下就行了，是不是添起来一个小瓣瓣？你就所有的花瓣都往上添，又一个花瓣添出来了啊！这一边也给它填洞，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不停的往里边添洞就行。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所有的只需要添洞。好，加一下我们的曙红。你看这个小洞啊，你看，点按一下，笔按下来，对吧？往上压，剩下的洞你看，你可以像我这样反过来填啊，更好填一点。你看，对，填空法是的，就是我们有多余，你看这种地方，你看像我这样给它抹上去也行。对吧？每一个小洞都给它盖住，它就出来了。每一个洞给它遮挡住。对，层次越多越好看。那你可以把你的洞填的小一点、碎一点啊。好，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啊，蘸一点点玫瑰红。你这样调出一个绿色的花呢，卷瓣花好。啊，是的，蘸一点点玫瑰红。蘸一点曙红，你看这个单瓣下面这个缺口是不是有条线，对不对？你看咱们顺着这个线，你看笔尖淌一下，一走，顺着线往上走一下，因为这条线你不画掉，它就放着很奇怪啊。你看，加一条线往下走啊，往下走。蘸一点曙红，继续加，就把这两个线给它遮挡住就好了。因为我们下面线太多了，实在是画不好，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线把它遮住，因为会弄脏我们的纸啊。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一下，然后呢，哎，平躺，慢慢的按过去，平躺着按过去一个卷瓣。对，是的，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一下曙红，平躺着往下按，你看这儿，笔尖再点一下，你看，哎，再按一下一半，哎，向外慢慢的抠过来啊，你看，一半一半的把它叠起来，注意避开下面的空缺啊，你看，避开下面的小空缺，你看，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来了？然后你反过来，把这空给它盖住，你看。因为你这样去调整出来的花瓣会比较干净一些，它不脏啊，不脏。但是至于你的花瓣里边需要多加一些什么，比如说卷瓣什么，其实很自由的，会比较自由啊。你看，你也可以不按照我这样去画呀，你也可以直接给它卷起来也行。你看笔尖点一下下，其实你们也可以不按照我这个去画，对，也可以不按照你也可以直接就这样卷上来，中间空着也可以啊。你看笔尖这个地方点按往上，
哎，中间盖一下。这个画法你学会了吗？啊，你看中间给它压一压啊，压一压，抹一抹这个颜色都可以啊，抹一抹压一压，花瓣不就又卷起来了吗？旁边这些空缺处都是一样啊，反过来叠加。所以说咱们在前期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色给它，就是线给它啊表达出来，线给它表达好，对吧？线给它表达好了就行。蘸一点曙红，中间就是你剩下需要做的只是一味的在填空，你就把空给它填满就行，别的不用管它，你把空给它填好就行。对吧？小空空给它全部填住嘛。好，再蘸点胭脂，你看，所以是你的花瓣，你看空能够填多大，你的花瓣就有多好看喽，对吧？花瓣的空能够填多大，花瓣就多漂亮。这些空全部盖起来，全部都盖住了，剩下的花瓣一个个卷瓣，蘸一下玫瑰红，蘸一点曙红。你看啊，朝这一边啊，继续的，你看。也是一样往下按，然后翻过来啊，慢慢来啊，慢慢来，多练就可以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画画呀，就是不在意这个结果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能够画好啊，或者很在意这个过程，我觉得啊，很享受这个画画的过程。蘸一下我们这个啊曙红，你看勾勒一下，很享受这个沉浸在画画里的过程啊。中间有个小空缺。给它盖起来啊，盖起来，所以没关系的，坏了呢，我们可以再接再厉嘛，对吧？很正常，对吧？一个小瓣啊，小瓣慢慢的就会了，小瓣给它卷起来啊，对吧？小瓣给它卷起来，剩下的花瓣也是一样的啊，蘸点曙红，继续卷啊，继续，你看，按一下。一半一半的给它夹起来，蘸点玫瑰红，蘸点曙红，你看朝这儿，是不是？这样基本上你的花头的整个造型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呀，我们的毛笔啊又泡了一次白色，这是我泡的第3次白色，我一共泡了3次白色。是的，蘸一下这个绿的，我一共泡了3次白色。蘸一下绿色，你看我绿的现在蘸的很多，我绿色蘸的很多啊，很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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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笔尖有点脏脏的，看见了吗？笔尖调脏一点，就这种看绿绿的有点比较明显的感觉啊。笔尖你调的脏一点，家人们啊，笔尖调的脏一点，就这一块有点绿绿的。好，蘸一下这个玫瑰红，在笔尖调深一点，笔尖的玫瑰红调的深一点啊。就是要它脏脏的啊，别调干净了啊，调脏。蘸一点曙红，咱们就是让它脏脏的。你看这个地方啊，不要搞干净，对，不要太干净。好，然后你看这里有个大缺口，你看啊，哎，笔尖顶一下，按一下，慢慢的推，你看推上去。看是不是特别绿？这个地方慢慢的压，不要太快，因为你压快了，这个绿的出不来。你压慢一点啊，你压快了，这个绿的出不来，知道吗？就是你要看，像我这样按一下，明白了没有？所以要压的慢慢的哦。你看，就这样压啊。就是你突然就过来，这个绿的就没有了，它就是这种颜色，就不绿啊。中间修一下，理解了吗？它那个地方如果出不来就，它的重点就在于它的旁边这一块绿色嘛。重点就在于这块绿色。那如果这个绿的压不出来，这个花头就比较普通了啊，比较普通。好，我们继续加。蘸一下这个玫瑰红啊，蘸一下这个啊
曙红，来一点点，很好。然后你看这一边啊，你看笔也是这样，从这儿你看点一下，慢慢的压啊，不要太快，你看慢慢的按一下，你看，看到了吗？呢，按下去，回一下，慢慢的压，不要太快。我就是要求每个家人咱们压的慢一点。对啊，是倒过来，它就是垂在下边啊，对，往旁边垂下来的啊，淡淡的这个啊，色彩给它画出来。好，继续的啊，你看，就是你一定要把花头画脏啊。对，这个要求也是挺奇怪的，是吗？你看啊，你实在画不脏，你就像我这样拿点出来，看见了吗？拿点出来，这样简单吗？你看，看见了吗？这个毛笔的笔根处加的不太干净的样子啊，不太干净的样子，知道吗？就不干净。好理解吗？不干净，沾一点这个，好雅致的说，沾一点这个玫瑰红啊，好，蘸一下曙红，就是那一块的颜色，应该说是不要调的太匀，最好有点颗粒物的浮在上面啊。好，这个地方的花瓣，在枝干上面，这个枝干上面，这个枝干上面出枝吗？对啊。或者直接不加枝干呀，你看这个花头要斜一点，你看在这儿点一下，你看慢慢的啊，你看按一下，点，按一下，慢慢的加一下，按一下。另外一只往糊呀，糊的有点匀，糊出来的有点太均匀了，就要求它不均匀啊，你也可以糊。也可以糊，就是糊的有点匀，看中间给它带一带，是不是啊？尽量咱们要求它不是特别均匀的状态就行啊。你看这个花瓣不就是开始斜过来了吗？是不是出来了？斜过来的花瓣啊，你看我再朝这一块，哎，再来一个花瓣，你看再往旁边斜一个这样的，你看。这样子打开的花瓣斜过来，就是咱们要求就是它不是很均匀的状态下去表达，好吗？你看我再蘸点这个叶子，你看就是这样的感觉，你看有点脏脏的啊，你看给它拍一拍，对，是要有一些在笔触上，因为我按压的比较慢，你看拍拍拍，你会拍吗？拍一拍啊，不要让它过分的均匀啊。因为我总结了一下，如果加的很均匀的话，它就有点粉色的，就粉绿，它不是那种一抹一抹的，就不是那种一抹一抹一条一条的感觉，就这种光和这种凹它出不来，理解了吗？它这样光线和凹槽它出不太来，所以我不太要求那么去画啊，不太要求。你看然后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我不加了，这样就很好看。朝这个缺口处我加一个瓣，红一点啊，加一个红一点的瓣，然后在这个地方加个瓣，因为那个地方加容易平。你看这个地方笔尖，你看啊，向里边这样侧进去啊，你看这点按一下，然后拿起来，在这儿再按一下，按2下，按3下，花瓣是不是分出来了？你按一下，对，你按一下，你不要就这样划过来，这个颜色因为有点脏，它就马上就糊掉了，它会糊掉。你看像我这样，看到了吗？按一下，就不要划过来啊，不要划过来。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就是这样的，笔尖点一下，2下，穿进去，你看看，慢慢的穿啊，你看在这儿点一下。是不是就是这种效果呀？你看不行的话，我再按一下嘛，给它按出来啊，一半一半的给它压出来。然后呢，朝这个地方笔尖点一下，对，明白了啊。你看这样画出来的花瓣，它不是那种特别，它的确不是很干净，但是它这个效果就是能够对点按法，它呈现出来效果会比较漂亮一点。你看加一个侧瓣。
加一个小侧板加这儿。加到这个地方去就好了。对，它这样会比较自然一点。你看花瓣，这个花头不就是朝这一边斜下来了吗？是不是斜着，对不对？对，效果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根据这个花头的实际情况啊去表达就行，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表达就行。好，再沾一点，你看啊，再搞点这个绿绿的啊，你看给它拍到上面去。你弄一点给它拍一拍，就是拍的这种有点颗粒物啊，颗粒物。好，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很微妙。蘸一下玫瑰红，蘸一下曙红，就是它那种脏脏的，就是那种浮着的上面的感觉啊。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你看给它盖一下吧，那没办法了，不盖这条线出来了，对吧？它就出来了啊。你看这个地方点，按一下。对吧？一个小花瓣啊，就打出来，然后继续的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曙红，你看我继续加，就是这个花瓣你可以什么往外，就它是什么样？是这个情况的，从这个中心线，你看我加一条线出来啊，我给你描一条线看看，是这样子的啊，往这一块打开，因为它是平行的，是平行的。所以说，你看我在这个地方，首先你看笔尖点一下，点一下，给它分出一个小尖儿。你看在这个地方，我再点一下，你看过来了。好，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给它按两下啊，按一下啊，是不是啊？按两下，把这个花瓣给它压出来。压出来，然后继续压，蘸一点这个玫瑰红啊，蘸一点玫瑰红，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就继续压来压去，压出来就完事儿了啊！你看这个花瓣怎么压？咱们从这个地方口着，你看去这儿，点一下，先分出来一半，先分出来，然后你看压一下，对吧？好，一半。学会今天的压花瓣了吗？啊，学会了压花瓣了没有？就是你要去压，因为笔触其实是比较多的，笔触会比较多变一点。蘸一下曙红，蘸点胭脂啊，你看，好，在这个地方把它花瓣给它翻过来了，就勾勒一下，勾勒一下里边的花瓣就行。蘸一点曙红，勾勒一下这个花瓣啊，你看笔尖点一下，哎，一个瓣瓣，对不对？好，这个地方。点一下，哎，向上一翻，对吧？整体的给它修饰一下，蘸点曙红啊，你看，对吧？整体的给它调整修饰一下，这又一个卷瓣就出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花头它因为是倒着的嘛，你看我不是在这加一条线吗？能看见吗？我是不是在这加一条线？看见了吗？哦，是的，我是不是在这加一条线？看见了没有？这条线看见了，好，我们就在这个线上面加瓣啊。笔呢，蘸一点我们的白色颜料泡一泡，毛笔蘸白颜料泡的一整个啊，白色的，是的。这样你看这个地方我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往外面拉点这个绿色的啊，然后你看我继续的，哎，按一下，给它捻一捻，捻一捻啊，捻一捻，捻出点脏脏色，看见了吗？就是不太干净的颜色。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一下曙红，我蘸一下玫瑰红啊，然后蘸一点曙红在笔尖儿。好。这个时候的花瓣呢，我们怎么去填啊？道理是一样的。你看我在这一块上面，你看，哎，毛笔先这样侧躺着过来，你看，哎，捻一下，笔提起来啊。好，再来，你看
带动，你看小一点的，好，捻一捻，你看大一点的啊，好，再往中间给它去一下，中间给它去一个瓣啊，去到中间去。然后旁边这个地方的花瓣我们画大一点，再沾一点什么呀？玫瑰红，沾一点曙红，就继续添。你看这个花瓣咋添的啊？你看我在这先横一下，笔给它拉长，拉长，然后你看，哎，点，你看，先按一下，一点点按，你别着急啊，不要一下子给它画满了。因为要画出这个花瓣的纹理性嘛，所以你不要着急一次性画完，你可以慢一点。你看，小一点，小一点，好，大一点，对吧？你不要着急把它一次性画完，你画慢一点啊。因为这种压的这个花瓣，它必须有这种感觉才能呈现出来。对吧？绿里边带着点什么呀？带着点这种粉的，粉里边带点绿的感觉就很好。然后旁边再往上再加个瓣儿，这个花头就画好了。一个什么呀？朝斜下方的花头就出来了啊。继续的沾一点我们的玫瑰红，沾一点曙红。你看我的颜料用的很少。我基本上这个颜料就刚才挤了这么点，完了现在还这么多啊，基本剩的比较多。你看这个地方的点往上一按，往上一按一拉，小点好，大一点，对吧？拉大一点啊，花瓣大大的啊，大大的漂亮，大大的漂亮啊，就是这样的花头看的会比较大一点。你看这一边笔尖，你看点压一下，大大的。好，再压一下，把它们俩给合在一起，对吧？往上压啊，压在一起，合着就行啊，对吧？压大一点，合住，这一边包裹一下，里边不是有小空缺吗？盖起来，这些小空给它盖住啊！你看，一盖，这个花瓣又出来了。啊，这样呢，你看一整个花瓣就是碎碎的、碎碎的啊。好，这个地方折一下，粉色慢慢给它盖起来。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叫画一条线，画一条线，所以说我需要调整一下，不然就不好看了。画一条线去调整一下。好，旁边这个卷瓣不要管它的啊，你看修饰修饰，你看，哎，啊，简单的加一下。对吧？加点小卷瓣在这个花瓣上面，对，加一个小卷瓣在这个花瓣上面，基本就 OK 了。这个花头呢，不要把它画的太齐啊，有点这种，最好是有点变化，不要太齐了，有点变化会好看一点啊。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啊，蘸一下曙红。你看这个下面啊，你看再加一个小瓣瓣，哎。对吧？蘸一点小小的小瓣瓣，不喜欢小鸡，哈哈，不行。OK，然后把这个里边的这个花心给它盖起来，花心盖住啊。花心怎么盖呢？花心我们就盖的颜色深一点，因为一会儿要画这种黄色的蕊嘛，所以说要盖的深一点。我们的玫瑰红，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啊，蘸点曙红。玫瑰红蘸点曙红，颜色加红一点，因为里边这个芯儿其实没什么问题的，基本上给它填住就行。你看，点一下，按一下，哎，看到了吗？你看一点一按，看见没有？一点一按，就一点一按就行。你看这个地方点啊，哎，对吧？一点一按，就是往里边加就行。整一个往里边叠加，点一下，哎啊，往里边压。
看见了吗？往里边压就行，就这个没关系的，往里边压，你看啊，好，往里边加一点点，好了啊，然后呢再蘸点曙红，把其他的芯儿你看啊，点一按一压出来，把所有的花芯儿全部压上去啊，对，给它卷卷的花心了，哈哈。那个今天这个我们要搭配的嘛，这样会好看一点哦，对吧？往上压，对，往上压，继续的，谢谢，好，诶 ，OK，对吧？这样一个花心就出来，它是一个朝下边的，朝下边这样垂下来的啊，一个花头。就是注意什么啊？它俩其实是不对称的，就是因为这一边你看一边大一边小，分得很明显，一边大一边小，其实分得挺明显的，对吧？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你看整体的啊，笔触在旁边的地方可以什么呀？你看修饰呀，比如像这个地方，对吧？添一个小瓣啊，修一修啊，让它更好看。你看。OK 了 ，OK 了，对你不要有很多人会要的，蘸一点曙红，OK 的啊，这样我们的一个啊花头就呈现出来了，喜欢点点赞就好啦。好，大家看一下啊，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加一个藤黄，加一点藤黄，加一点我们的花青，它是不是有点绿？看见了吗？是不是有点微微的发绿哦？绿油油的啊，绿油油的。但是你可以多加点什么呀？多加点这个黄黄的、绿绿的啊。那为什么我要这样画？因为我想画一些嫩叶在上面。对，我想先画点嫩叶，先画点嫩叶会好一点。因为有些叶子穿插关系会更好看嘛，对不对？就是你先画嫩叶之后，它的颜色穿插会更漂亮。你看我加点什么？加点胭脂带笔尖，多放一点胭脂。学会呢去穿插它的叶子啊，穿插它的叶子。你看我的构图刚才也设计好了，叶子基本在你看啊，花头它肯定是铺下来的，那这折那花心我刚才画出来的这个地方啊，你看它就是从这个地方哎折下来，然后就停了啊，然后你看往这弯一下，就向里边走啊，向里边走。可以先把这个枝干先画出来，你看笔尖点一下，向上按一下，1、2、3啊，加一个小枝干啊，有的啊，加一个小枝干，小小的、细细的，先不管它，就画在那里啊，绕一点会比较好看。然后你看我到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按一下向下弯，它弯下之后呢，你看都到这个地方。因为是可以用手去顺的呀，你看，顺一下到这儿，停，顺一下，点，加一条线，一条线先加出来。这个地方你看，顺过来，你看这个地方，点，对吧？就把这个线条给它先加一加。对吧？简单的把这个叶子啊，先给它穿插一下，因为有一些叶子如果画在这个上面会更漂亮，画在这个篱笆上面嘛，会更好看。好，蘸一下我们的啊胭脂，蘸点胭脂，就是一定要去顺。什么叫顺？就是你们的手，它因为比较自然嘛，你看你这个手不是这样可以顺下来吗？这样会比较自然一点。你不然画出来它不是很自然啊，会折断，对不对？看一下叶子的用笔啊，看一下我们的叶子是怎么用笔的。看仔细啊，你看笔尖顶的这个地方，顺着它顺在笔尖，慢慢的下来按上来，看见了吗？顺着它，非常自然的就下来了，啊，能画多大就画多大啊，也不用很刻意。你看，再看一遍，
顺下来，顺，是不是很顺呀？好，笔尖回下，你看这个地方，你看点回一下，是不是很顺？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笔尖顺，你看翘起来，翘，哎，起来。就是我们画东西要自然嘛，是吧？自然一点，对，你要比较自然的表达才会比较的美啊，不要刻意，不要刻意。因为叶子的生长方向一般情况下都是和这个，你看它这个地方往上的，肯定是这样子的。你看好了，顺上去的，笔尖点到这儿，停，是不是会这样子啊？它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啊，这种顺着它走的一个方向嘛。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上去，你看。是不是这样会比较自然一点？对吧？它是一个非常顺的感觉，就是我们在画之前，你必须得顺着这个叶子去画，啊，顺着叶子去画。就是我画这个颜色呢，是为了干嘛？为了区分这个篱笆和那个和这个，是区分篱笆和这个就是叶子的颜色。因为篱笆我用的是花青去画嘛，所以说我一会儿如果说我的叶子也画成花青的话，它容易串色。啊，所以说我们是区分它啊。当然，你们如果想用花青画也可以，这个没关系啊。你看这个地方，一个小叶儿，大叶。你看这样是不是叶子的穿插关系是不是出来？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叶子的穿插关系？是不是出现是不是出现啦？继续的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再点笔往下压，你看笔尖向上擦一夹，可以，你看往下夹，点，你看再回一片叶子上来，对吧？一片一片的往上回，你看这儿再点一下，对吧？你看这样你呈现出来叶子它的一个透视以及遮挡关系，上下压制的关系它都有。好，继续，你看顺拐，顺着它点擦按提，是不是就比较顺，比较自然的？它因为是顺着这个枝干在长嘛，你看顺，自然擦下来回，你看。再顺下来，按提回向下折一下，对吧？它的整一个造型就是很自然，那这个叶子的质感就有了。整一个叶子的这个质感它就出现了啊。那好，基本上呢，我们画到这里啊，就可以不要再就是差不多了啊，就 OK。你看，就这个时候你可以画点篱笆啊，都 OK 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来画篱笆，我篱笆呢会拿出一支这种啊稍微粗一点的画稍微粗点的毛笔，因为粗一点的毛笔我可以直接这个笔这样擦，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那这样擦，这样就可以画什么呀？就能画篱笆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拿着粗点的毛笔啊。那如果说有的姐姐们，你们感觉你画的时候你画不直，那用这个铅笔都有啊。如果你们感觉你们的篱笆画不直怎么办？用铅笔起个线，对，用铅笔起个线，很正常的，画不直都会有，手抖一下都很正常。好，我刚才讲过这个篱笆画哪里啊？穿过花头啊，穿过花头。你看，比较长啊，一根线，就是你可以顺这个线，你看，哎，加过，都加到这里，是不是过来一条啊？就过来一条，然后还有一条是什么？是一个斜线，
朝这一边啊，稍微斜一点啊，你看，什么叫斜一下？就是往上翘。看到了吗？就往上翘啊，往上翘起的意思啊。你看这边，我觉得要分开一点，我就这样分。往上斜的啊，好的好的，往上斜翘起，嘟嘟嘟，对，往上斜翘起来的。然后你看啊，看一下我们的枝干，从短的到长的。从短的到长的啊，你看一根根分，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短一点点，擦擦擦。对，是的，从这个地方短一点到长一点的啊，短一点长一点啊，好吧？那你看，尽量啊不要去，就尽量不要去破坏这个花头的情况下，你看。看见了吗？你可以用铅笔先把这个影儿给它切好啊，切好，就长短长啊，你看。OK 啊，它就比较短啊。好，这个时候我们调什么啊？调我们的墨汁啊，调墨汁。墨汁，如果说你想把这个画的好看一点，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竹子的画法再画。来，我教你们画一下这个竹子的杆怎么画的啊。如果你有这种长锋的毛笔，自然是最好的，有这个就最好。如果你没有也没关系，那你就用这种稍微短锋一点的。大毛笔。对，如果你没有这么长，这个是7.2的，7.2的。如果你没有，你就用那种稍短一点的5.2这种就行。这个是5.5的，5.5的啊，就你没那么长的也没关系。好，下面讲一个小技巧，就是很多人在画的过程中啊，对，很多人在画的过程中，这个在画的过程中啊，它的颜色会阴开的，对，它会容易阴开，对，它的颜色容易阴开，所以我们加点花青，它就不阴了。哦，对，你多加点花青，它就不会阴，理解了吗？你放点花青，人家就不阴开了。这就是技巧，因为你毛笔里的颜料含量非常多，它就不会阴，明白了吗？好，颜料含量，你看笔根都是颜料。OK。其次呢，就是你拿出一个盘儿啊，你拿出一个盘，这个盘子里倒这个墨，这个墨是这种比较啊，拿点新墨出来，对，拿点新墨出来。今天需要用一点新墨啊，因为我们的墨无非是干湿浓淡焦5种色，干湿浓淡焦啊，干湿浓淡焦啊是5个色，对吧？你看，所以说你看，慢慢的加水啊，慢慢的加水，把这个你看。墨色和花青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花青它也会变成墨色，理解了吗？把它们俩融合在一起，花青也就变成了墨色。只需要慢慢的加水，慢慢的加水啊，理解了啊？慢慢的加水就好，刷成刷子状。很多家人你竹子画不来的啊，你看像我这样刷成一个刷子的形状去擦，你用一个平底刷去刷，你总会吧？对不对？拿一个你看这个扁扁的啊，用一个平底刷一样的造型去刷，刷一刷它就出来了啊。好，看一下。首先你得保证你的纸张是直的啊，是直的。顺着线去画。整一个笔往下压啊，你看好了，点，你看，哎，平刷，翘起来一点，点一下就好了啊，刷，是的。
整一个画过去啊。有点阴都是正常，就让它阴好了。落笔快一点啊，不要太黑的墨就行。往上斜，下面这个枝干有点往上斜斜的。然后呢，你看，对，就是干的那种，干的这种竹子就可以。竹篱笆嘛，它是一个篱笆。对，竹竿。因为它还要画一点那个什么绳子给它绑在一起啊，画一点绳子给它绑住，所以说给它得穿起来。你别弄了好吧，再抓我没裤子，你老抓我裤子干啥呀？树枝吗？树枝也可以。就如果你觉得竹篱笆画太麻烦了，赭石2个赭石颜色就直接就可以了。简单的给它画一下，然后呢加什么呀？加上那个2个细细的啊，细细的打个蝴蝶结啊，打个结，给它扎在一起啊，扎在一起。把竹节给它点出来。简单的点2个点啊，点2个点，然后用这个纯黑色的啊，纯黑色的这个比较浓的这个什么呀墨去勾一下线。你看啊，对吧？加2条线给它勾出来。扎起来啊！所以我中间呢，你看一定要留点，中间这里这个线啊，要留点白色的空位，因为你如果整一个都是用墨色封住的话，它那个线就不明显了。不可以用，你看它这个地方不可以整个用什么用线封住的啊，要留点白，不然你这个勾不出来了，勾出来黑色就看不见了，对吧？你如果说是那种，就是你不给它中间留白的话，这个墨线就看不见。一定要给它把这个留白留出来的。
对吧？没事没事，慢慢来就行。左右两侧给它再交叉一下啊，左右两边再交叉交叉，你看它扎的紧一点。就这个线的交叉，你就稍微可以自由一点。线条交叉，反正盘着就行啊。你看，稍微自由一点，它是不是就这个篱笆就扎住了？要扎的牢呀，这篱笆，竹篱笆要扎牢啊。对吧？给它，好的，给它整一个，给它扎起来。它里边就是要留点，一定要留白。很多人画的时候给它整个堵死了，不可以。你不要给它全部都密封上，不要堵住它，对吧？线条打的稍微随意一点，知道吧？线条包裹的随意一点，不要太那种很紧凑的那种感觉啊，稍微随意一点。浪费铁丝儿，我这用绳子扎的，用绳子扎，你看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呢，你看整体的一个框架就出来了啊，一个框架就出来。这个时候我们顺着它把花叶给它夹起来啊，花叶给它夹起来。那么这一支我刚才说这个构图呀，你看它的枝干，你看有点往这个斜下方斜下来的，对，结实一点，让它向下面斜下来啊，穿透到你看花头，你看往这个地方你看折进来，然后往下面斜到这一边啊，斜一点。或者呢，你看向下面穿到这个枝干后面也行啊，穿到枝干后面也行，谢谢。然后这个时候我画一点这个，哎，我的叶子笔呢？你看，在这个后面啊，加一些什么？加一些这种啊颜色比较深色的叶子，用的是花青，加点墨汁儿。也可以蘸一点赭石去画这个枝干，也可以开始画啊。蘸一下我们的三青加花青，加点藤黄，蘸一点胭脂。向下，你看，哎，给它弯穿到这个，你看向下折进来。点一下，你看向下，哎，粗一点啊，粗一点啊，一个枝干，从这个边边上，你看，点擦上去一个小细枝啊，往上面延伸上去啊，一个小细枝往上面去伸，穿几个小小的细枝干子啊。好，然后呢，下面这个地方呀，我继续的加一个老干，把它加起来。你看，包括这个地方，加个老干线，加点赭石，赭石加上我们的墨汁去画老干。赭石啊，知赭石色，多放点墨汁，多放点墨汁，赭石加点墨汁啊，对吧？赭石多加点墨汁，然后去画什么呀？你看，向下面折到这个地方去，往下面延伸一点，藏到后边去，啊，藏后面一个老干。点一下，你看，毛笔像我这样轻轻的点一下啊，轻轻的点一下之后，你看这个笔，点，哎，慢慢的顿，按，擦，你看把这个枝干画的什么？你看，画的老一点，知道吧？画的比较老，这个枝干我们要求画的稍微的老一点，你看，一个老干就出来了啊！你看，再往这儿笔尖点，
向上翻上去，加点这种老枝干在上面啊，加的厚厚的感觉。2个枝干啊，这是2干啊，2个枝干，有点你看往上面细一点，你看停顿一下，把这种你看枝干的比较沧桑的质感给它表达一下。比较沧桑的质感啊，给它加在下面啊，加在下面。那基本上画到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这个一个整体的框架就画的差不多了，枝干的整体框架已经出来了。然后蘸一点我们的铜黄，蘸一点胭脂，加出一条什么呀？特别细的这种，你看点这儿，点一下，侧锋上来，对，侧锋上来，栅栏。篱笆啊，篱笆，对吧？特别细的，加几个这种什么呀？小小的这个茎啊，那个枝干的茎，加几个茎在上面就好了。然后在里边添加叶子，这个叶子是什么？花青色的。添加叶子啊，叶子是这个花青，多放点花青。花青你多来一点，不要太少了。就是多放点花青，加点墨汁儿。花青加墨汁，你看去加这个叶子，你看笔尖在这儿，遮挡一下，对吧？有一些呢藏在后边啊，有一些藏在后边。花青加点墨汁，持续性的啊去加。你看我继续加都可以啊。有一些藏在后边，有一些藏在后边的啊。有一些呢什么呀？哎，画在前面，你看啊，为了体现它在后面，你看你就要这样去画，看到了吗？穿过它啊，穿过它。那么这一块的叶子我们尽量多一点，尽量多一点，因为穿插关系通过块面和线条才能表达出来，对吧？咱们需要通过表达的块和面。从而体现什么呀？这个叶子的穿插关系，理解了吗？你看这样，它会把这个关系给它捋清楚，一定要把每一个的关系要捋清楚。好，再蘸一下我们的花青，蘸一点墨汁，把每个部分的给交代清楚啊！你看。是不是这一串特别密？发现了吗？比较密。好，这个地方你看，哎，穿插点，你看这个叶子啊，在后面，对吧？不画小鸡，最好不画是吗？蘸一下我们的花青，一直蘸花青去干嘛？其实我们这样就是不断的体现它的一个枝干的遮挡关系。就通过你看我们的，你看压制关系给它表达出来，因为你不压枝干，这个篱笆它出不来啊，对吧？一定要压，压呢这个叶子你看它就慢慢的就出来了，是不是慢慢的压着就出现了啊？好，上面这个叶子也是一样加，蘸一下我们的花青。持续性的，这时候基本是花青，因为我刚才表达嫩叶子只是个别的几个颜色比较嫩啊，颜色比较嫩，其余的我都是用深色的花青去画。点，顺着它，你看往上绕，你看要顺着它往上走，一定要顺着走，它顺着走的这个叶子会比较漂亮一点。好，蘸点铜黄和花青，有点绿的穿插也很好看。对吧？
这两个叶子是什么？是穿插在一起的，让它们你看有点什么？哎，穿过来，有点交叉的质感，一定要有一点交叉的质感。它不交叉在一起，这两个变化就又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就要有交叉，有压制，前后关系。好，这个地方。弯过来啊，遮挡一下什么呀？哎，这边遮挡一下这个小叶子在那个地方啊，给它留点空，谢谢。好，你看这样呢，基本上我们这一片，你看这个叶子它就出来啦。基本上这样一个整体的叶子啊，包括这个篱笆，它是包裹起来的，它会比较清晰一点，会比较清晰。然后这一边的叶子再加一点。蘸一下我们的花青，一点点花青啊，蘸一点点墨汁儿。这还不够保姆呀！你看这个旁边这里啊，继续再加点叶啊，你看，推开。往外面给它推点啊，推点这个叶子啊，继续推，这样你看整一块的这个叶子它的呈现出来的质感，你看一块面感就比较强，一堆一堆的啊，然后这个竹篱笆包裹着是一簇一簇的。这个时候我们加什么？再加一个花头。刚才我们这构图上面是不是讲了，有一个花头在篱笆后面，是一个背过去的花头，是不是？背过去的花头。好。背过去的花头呢，很简单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能看见吗？我拉近点。背过去的花头啊，在这个呢，在这个下面一点点啊，一点点。背过去的花头呢，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就我在画的时候，可能会加一个什么呀？加一个芽孢，藤黄加上绿色啊，蘸点胭脂。画一个比较深色的这个就是这个芽孢在后面啊。你见过了，你见过这个花园里的花，你就知道了呀。啊，这个花头在这儿，好，我打算把这个花画到这个地方。你看笔尖儿点往上一推，看仔细一推，推的不够长，加长一点，加长一点。好，这个地方点，你看再往下一推。推长一点啊，推长一点。这个地方你看，点一下，拉长一点。这个都比较长，我画的很慢，现在啊，因为这个细节很重要。好，加的比较长啊，加比较长。加的比较长几个，你看这种。花苞它是不是就可以被托起来了？托起来一个花苞啊，然后我调色了，毛笔蘸一下纯白色颜料啊，笔蘸一点纯白，笔蘸点纯白，然后蘸一下绿色，清水啊，再蘸点绿色，多放点绿。多放点绿，刮干。同时呢，也要多放什么呀？多放玫瑰红。同时也要多放点玫瑰红，你玫瑰红别少了，绿色多也要加多的玫瑰红，绿色少也要加少，就少点玫瑰红，蘸一点曙红。好，我继续的啊，看到了吗？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圆形的，类似于圆形的一个小花托啊？你看啊，哎，先点一下，用红色把它先盖起来，然后呢，你看，哎，顺着篱笆这个边边啊，你看，顺着篱笆边边把花瓣夹起来啊，花瓣夹起来，采用什么呀？点按的方式，你看笔尖点一下，按一下，点一下，按一下，
采用我们点和按的方式把这个花瓣画出来。慢慢的点啊，你看，按一下，点，按一下，对吧？一半一半的啊，向上按啊，向上按压，对吧？一半一半向上去按压它。你看这个用笔简单吧？你看笔尖点一下下，1、2、1，对吧？把花瓣给它捻出来。对吧？花瓣给它压出来，对，你压出来以后继续加，就是所有的花瓣啊，你画出可以啊，这个也可以啊。好，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加点曙红。你看我继续往上加，你看添一笔，对吧？一半一半的往上添啊，往上添。你这都赶上木工了哈，我这还是农家的，你这已经用上木工了，对吧？加一个小瓣瓣啊，小瓣瓣往四周加，你看，拉一下，就四周给它兜圆，知道吧？对，你四周给它画圆一点就行。你看。四周画的比较圆，这个花呢，就是它就朝那边打开的感觉就有了啊。搞点白色啊，搞点白色，越画越圆就行啊。这种背过去的花头，你尽管画圆没有问题啊。你背过去的花头，你画圆的就行啊，不碍事儿。对，你背过去的花头，尽管把它画圆，不担心。你看这个地方点一下，往上一下，一半一半的啊，往上去压制。这样你看它的整体的花瓣，你看用剩下的颜料啊，你看给它盖起来，用剩余的颜料把它整一个，你看哪里碎碎的不够的，你补一补，对吧？哪里不够的你去补就行，加出一个什么呀？朝后的花头。OK， 你看这样一个花头是不是朝后面的花头就出来啦？就是背过去的这个花头啊，看一下效果，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啊，你看，一前一后，两个花头就出现了，so easy 吧？然后蘸一下我们的藤黄和胭脂啊。颜色加重一下，稍等，藤黄加花青，稍等一下啊，加花青，笔蘸点什么呀？多放点藤黄，加点胭脂，多来一点，简单，只要你向四周把它盖圆就行。这个咱们不是很绝对它的一个内容啊，你看，点一下下来一条线，看见了吗？一条线这样折下来。还好还好。笔呢蘸一点我们的赭石，一点墨汁。其实你们需要做的只是把水分控制好啊，你看，水分控制一下下，谢谢，水分控制好一点啊。然后你看我顺着这个边边，你看，哎，点一扫一下，折下来，接进来，对吧？接进去。枝干多穿插一点啊，枝干多穿插一点。开始画叶子，花青啊。现在我们要去收什么呀？要收构图啊，把整一张构图给它收起来。笔尖蘸花青多蘸一点，
整张构图多收起来，花青加一点我们的藤黄，它就微微发绿，多加点深色的胭脂，颜色啊稍微多加一点胭脂啊，颜色稍微深一点，你看。对吧？有遮挡关系，给它表达一下啊。对，有遮挡关系呢，给它表达一下啊。是不是？你看这样一遮挡，你整体的这个效果就有了。是的，你这样一遮挡，整体的这个花头的，你看效果就呈现出来了啊。一定要有遮挡关系在里边，在里边一表达一下，它马上就呈现效果。然后毛笔再清洗一下，蘸点花青，你看把剩下的这个清洗一点点，蘸一点点的花青啊，颜色比较薄的花青色，你看加在它的一些枝叶的周边，你看这个地方扫一下下，对吧？加在周边加一点点，上面这个地方你看扫进来，来点什么？颜色比较淡的小叶子啊，颜色比较淡的小叶子。好，这样呢，整一幅图的基本啊一个构图就呈现出来了啊。上面呢可以修饰一下啊，整体的有些地方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看。可以稍微修饰一下啊，花头那一块。好，那整体的画好了啊，我们来画嫩叶，藤黄加什么呀？加曙红，藤黄蘸一点曙红来画我们的嫩叶子啊。这个时候呢，嫩叶可以画的多一点，其实嫩叶可以画的稍微多一点。你看我画在下面这个地方，笔尖点一下，你看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啊，加个6个就够了啊。是呀，加6个，你看笔尖点一下，哎，向下加一笔，加一笔，你看点再来一下，多加几个比较细的啊，比较细的这个啊叶子。好，继续的，你看包起来，好长，你看多长一点，对吧？这样你那一块的这个啊，这个嫩的就出来了，对吧？嫩的这个质感啊，对你也可以拿刘师兄跟人家换，应该会有很多人想要刘师兄的，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那我选择用刘师兄啊。对吧？这一块的叶子啊，你稍微多加一点啊，小嫩叶，让它往上穿啊，往上穿，往上穿一点啊，往上穿一点。然后呢，整体的啊，你看，这样呢，我们整一幅画就画好了。画完以后呀，哎，你拿一个那个枝干啊，再加一点这种比较短的枝干啊，穿插穿插，穿插穿插，或者是有的地方加一个小花苞盖一盖都可以。那我呢，要画一些枝干的啊，蘸一点赭石，蘸一下墨汁，赭石加点墨汁，在刮干的啊，在刮干的前提下，我们去加些什么呀？老干啊，老干。对吧？加一些老干在上面啊。对吧？加一些老干啊，老干稍微多加一点，然后在老干上面呢加一些什么藤黄，
沾一点曙红，这种小包啊，小包你可以多加一些。你看这个地方，稍微加一点这种小包包啊，你看加一点，它会比较好看一点。这样它的，因为它这种就是像这种农家庄园一样的感觉啊，你看。你要让别人有一种它是人工培育的感觉，所以它就是种的啊，就种上去这种人工培育出来的质感啊，给它加出来，对吧？加一点点，对，都会，只要大家认真画画都行。对，春天，不对，人家是冬天才发芽，我亲爱的姐姐，冬天发芽的。加一点点就好了啊，然后毛笔再清洗一下，涮干，甩干，整一个清水啊，没有啊，加一点清水去填一下就行。好，那么整体的都画好了啊，你看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啊进行一个修饰。因为像这种篱笆的这个画面感，一定要显得稍微的满一点，就太少就不好看，对吧？一点点淡淡的啊，可以不用画肌肉，要啊，为什么不要？不用勾叶筋吗？我画完之后，整体画完之后再勾，然后画一下我们的小鸡，画一下小鸡啊，小鸡很好画的啊，看过来，画到这个下面啊，叶子一会儿煨干的时候再勾啊，或者明天再勾一些。画一下小鸡，小鸡呢啊，对我画在这个地方，画在角落里边啊，画在这个篱笆这个角落里啊，角落里边，小鸡很好画的啊，我一笔一笔的教你们画啊，一笔一笔的教大家画，好吧？对，先截图行不？可以啊，我挂起来你们截吧，我挂起来你们截。咱们在画小鸡的时候啊，我一般情况下我就是用3个步骤来画，请看，拿一支中楷的毛笔，一支这种中楷的毛笔啊，40斗方式的，你看沾一点墨汁儿，毛笔沾一点墨汁啊，就这么长，就这么长。蘸完墨汁以后，你记得为了防止它阴开，要用这个纸巾吸掉一点水分，因为你很容易把它画阴开的，很多家人们是非常容易画阴开的。那你看，我比如说想到这个地方啊，画一个脑袋朝上面的小鸡崽子啊，脑袋朝上的。那你看好了，第一步画什么？首先它的一个头部倒影是这样，有一点，我拿一个铅笔给你们看啊，你看这里，它的头部是什么样子啊？它基本上是这种，上面是这种圆弧形的，对吧？然后你看。哎，它这样点，你看，哎，往下面折一下，看到了吗？这个用笔啊，能不能看见？跟你镜头拉近点，就是跟你们拉的比较近，让你们看，这个鸡是近距离的怎么画的啊？我给你们线夹出来，你看，这是笔触，看见了吗？这是一个笔触啊，怎么加的？你看，笔尖，你看在这按切入笔，你看，平躺。平躺过来，然后拉过来，拿起来就好了。理解了吗？平躺，学会了没有？就很简单。你看，点，你看让它晕平拉过来，停，拿起来，一个笔触，一个小鸡的头部啊，一个头部的一个小笔触。然后另外呢，它小鸡的身体啊是左右两边的，你看哪条线？它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看，因为我们这嘴巴是这样子画的，是这样一个嘴巴嘛，所以说你看笔尖这个地方，你看啊，正对着下来，对，你看这个地方看拉下有一条线，看到了吗？我拉出一条线，而它的这个下面的笔触有多大啊？这里跟这里是一样长的，这个头和这个身体得一样长，理解了吗？这两边得一样长啊，你看。这个和这个必须得一样长，然后你看嘴巴对下来，你看这里拉出一条线，好的，这拉一条线放在这啊，一样长。然后呢，你看左边中间你看左边这个地方点一下一个笔触，右边你看再点一下一个笔触，稍微宽一点，看见了吗？点两个笔触啊，你看，理解了没有？你看加一下到这个地方啊，一个小翅膀，好吧？好，继续画。这样讲，大家是不是更好、更容易吸收、更容易理解啊？有没有？有的话打个1。好，蘸一点墨汁，笔尖蘸一点点墨汁啊，是不是更好理解一点？稍微擦掉一点点，不要让它太阴了，不要太阴。你看，然后呀，对，结构出来。然后你看，笔尖在这个地方，你看啊，怎么用笔的？看好了啊，毛笔这样平躺，按上去，然后干嘛？按下来，然后你看。慢慢的阴开之后，向里边这样擦，看到没有？点按进来，你看，按进来加一加啊 ，OK 出来了，干的啊，抹一抹。好，你的这个笔如果说又干了以后，你看继续加，沾点什么？这个墨汁啊，继续加。因为小鸡虽然好画，但是很多人画结构容易画错，非常容易把结构加错的。你看这个地方的啊，用笔，你看，在这儿啊，你看这样，在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你看按下来，推擦，是不是擦就快快的？意思就是快一点啊，擦一下进来，你看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啊，中间给大家看，来加长一下，理解了吗？加长一下啊，加长一下，好。点一下啊，点一下，整体的把它调整一下，这个头部给它加出来啊，加出来。那你看它不是两个小翅膀吗？它是收着的啊，收着的。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旁边这，你看啊，哎，点一下啊，加一下小翅啊，你看这个地方点一下啊，加出来。然后呢，毛笔清洗干净，它几乎没有什么颜色了啊。啊，你看毛笔基本上没有什么颜色了啊！你看给它擦掉一点啊，拿一点清水，很干的清水啊！你看，很干的清水。如果说你的小鸡嘴巴你画不尖，那我教你啊，拿一支勾线笔出来。就因为每个人在画的过程中，他都会有碰到自己的短板，因为有的家人啊，这个嘴巴画不尖啊，那你看，你拿一支细一点的这个毛笔去画。这个小鸡晚上一定得教会你们，太简单了，真的是。对，太简单了，这个鸡很好画。你看这个嘴巴，你看在这个地方，笔尖点向下一扫，就擦一下啊，一扫。然后你看，然后这个旁边你看啊，哎，再来一个啊，你看，像这个地方点，你看，哎，擦，再进来一个尖尖的啊，好，点一个。旁边你看一个小勾勾啊，这么细，第一次看到，不好意思，太细了吗？讲的太细了还是咋的？有问题吗？你看啊，这个地方眼睛呀，你看从中间，你看这个地方对出来，知道吧？对出来，然后呀，哎，点按下来，打个勾，打个小勾，眼睛就出来了。然后拿一支稍微淡一点的这个啊清水，喜欢就好啊，淡一点，你看比较淡的清水啊，你看怎么画呢？从这一边开始往上，你看衔接起来，点下来，扫一个淡淡的，没问题了，很好，哎，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弧线啊，你看点一下，哎，让它整一个弧到这个地方去，你看给它抹一笔啊，简单吗？抹一下啊，抹一下。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够深，你可以再像我这样抹两下啊，抹两下。
然后你看小肚子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们是什么呀？是这样的啊，就有点撅起来，有点撅起来。这个地方用笔是怎么用的？就这样子，笔尖对着下边，你看，你看，哎，那这样，学会了吗？简单吗？这个小鸡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小鸡它是这个造型的情况下，它的爪子是怎么样的啊？我跟你们说，它爪子，我用铅笔。你看我们的爪子是怎么画的啊？爪子啊，你看好了，这个小爪子非常简单，很好画。好的，你看这个爪子，因为爪子它是也有透视关系的。你看这个嘴巴嘟嘟嘟嘟嘟，这个其实是它应该是它的小尾巴。嘴巴对着这个下面，这是个尾巴，这个两个爪子分在我们的，分在它的这个尾巴，你看这样子，尾巴的左边和右边，你理解了吗？在这那一个点，这个是它的那个它的尾巴，你看分在左右两边。昨天我们讲过，鸟的嘴对的是尾巴，是垂直的，然后你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中间空白处一样多，中间空的一样多。行了，不要打这两个字啊。对不对？它是两边空白处一样多，然后你看爪子朝前，你看朝这个前面，你看一，对吧？再来一下朝前，这个旁边你看分一个小爪子啊，理解了吗？点一下，你看一啊，分一下，爪子朝前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画一下它这个爪子的，那支笔呢？这个小爪子是怎么画的啊？对，它就是结构就是那样，就我们画鸟类叫什么？叫头动，头不动身体动，就它的头可以一直动，它头可以360度转，但身体基本上没有太，是顺着头基本不改的，就是这个身体在转。好，我用的这个色呢，用的是藤黄，就我也就不重新调色了啊，就是我的是藤黄，加一点赭石吧，我就不想去另外调了啊，藤黄加一点淡赭石。稍微深一点。那么这个小爪子，它的一个用笔是怎么用？你看啊，这样你看下笔要快，就是这样，一二，你看啊，斜过来，擦，看见了没有？那擦一按，然后呢，向上，你看向上一下，向下一下，你看，这个旁边呢是这样的，就进来了。好，进来1、2、3，向前加2下。就出现了啊，然后你看另外一边也给它夹起来，你看加另外一只小鸡啊，好，再加一只小鸡，没关系，慢慢来吧啊，没事，慢慢来。然后呢，你看我们再加一只小鸡，这个小鸡你看它是往这边看，那么这一边可以来一只什么呀？朝这个左边或者朝下边，你看，那我在这个地方啊画一个朝上的，就是我们小鸡崽子的这个造型，我们多画几个啊，而且它的用笔啊是比较雷同的，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讲过了啊，头不动身体动，你看这个头部我基本没改，还是这样子，你看还是没动，你看就这样子，我基本还是没动，你看用笔动了吗？没动啊，说没动，用笔没有动啊，头不动，动身体，稍微吸一下水分，这个小鸡是斜过来，你看这个地方点。推上去，啊，推一下，理解了没有？推一下，然后你看下面的笔触也是一样，嘴巴你看对下来，对到下面，你看距离是一样长的，到这个地方，然后你看旁边这里你看加一下，另外一边你看斜过来一点啊，你看，点向上一弯，向上一弯，拉一下，点，按一下。看到了吗？就是用这种方式啊，给它加出来。就是你如果不太理解的话，你就这么去加啊，中间稍微你看长一点就可以。然后呢，左右两边你看下来1、2，你看加几个什么小翅膀，这边也是一样，1、2、3啊，你看加几个小翅膀，是不是一样的？但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结构，它发生了变化啊，发生了变化。就是你怎么样就把这个鸡用的是什么呀？一样的方法画出不一样造型。你看我这个用笔基本都是一样，基本没有改，对吧？蘸一点什么呀？我们的墨，
基本没有改。然后你看这个时候怎么画啊？从这个头部，你看头部上面，你看笔尖上，像我这样，你看点往下扫一下，嘴巴往上翘，好，再点擦，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把这个你看拉长一点，拉长一点，稍微拉长一点点。你看下面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嘴就长开了？张开，你看点擦，往里边点一下下啊。然后这个眼睛呢，你看，是不是这个嘴就是张开的？理解了没有？这个嘴是不是张开了？嗷嗷叫，嗷嗷叫，是吧？好，老规矩啊，毛笔清洗一下。所以我们说这个鸡它怎么画？头这个禽鸟类就是头不动的，头没改，一直就是一个用笔，头没改。然后你看这个地方进来一下，进来一下啊。加一个笔触，对吧？旁边这个地方，旁边这个下面，你看这个地方，你看顺着它点按一下，它是不是就感觉它的整个造型往斜上方走了？它力量感，因为你看嘴巴顺着它走，它就会力量感会往前。然后这个尾巴这个地方，你看加一加之后也是一样，加一条线，你看一条线。一条线啊，你看，哎，抹开一条线，然后下面呢加鸡腿，你看，哎，一个鸡腿，是不是出来个鸡腿，小鸡腿啊？然后把它的那个脚加上去。今天晚上讲的这个鸡的画法，你明白了吗？对，小鸡的画法你学会了吗？同伙了解我们的褶式。对，小鸡的画法你学会了吗？那你看。这个情况下的造型啊，就也是比较特别的啊。你看，嘴巴穿过来到这个小腿这儿，你看，压过来一条线，然后你看分开三爪的，第一爪的是直接这个爪子先给它分开，然后你看这个爪子再往上，啊，你看短一点，小一点。我先给你们线画出来，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它是你看斜一点啊，斜一点，你看1、2啊3。然后你看加粗一点，你看，哎，1、2、3，是不是这小鸡就有了？简单哈，两个不够啊，再加一个啊，再加一个。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俩在看上面，你完了画一个你不看上面的啊，完了画一个你不想看上面的啊。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下边画一个，那么这种朝下的造型啊，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在直播呢，对，我在直播，怎么了？俺在直播。然后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啊，你看这个小鸡是怎么画的啊？这个时候的用笔，你看它是一个倒过来用笔，对吧？比如我画在这儿啊，你看我画一个倒过来，一般画3个，不画2只小鸡。你看我一般这个用笔是这样的，它是这个方向上。你看好我的用笔啊，看好我的用笔。因为我们的用笔是所有的关键呀，对，蘸一下我们的墨汁儿，蘸一下墨汁啊，你看好了，这个用笔是怎么用的啊？哎，好，你看笔尖顺着里边啊，你看点，你看我用笔推过来，按下来，推，然后笔尖抬起来，看见了吗？打个小勾，像不像我们平时画什么画花瓣的用笔？看见了吗？像不像咱们画花瓣的用笔啊？一推一勾啊，向里边一勾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你看这个地方可以加尖一点，没事。这样能明白吗？然后你看啊，上面这个翅膀也是一样啊，注意了，笔触也是一样大的啊，它也是一样大的情况下，你看，哎，大概这么宽。然后呢，左边给它推开，向里边写进来。这边呢，你看给它拉出来一点，中间比较长啊，中间比较长。因为我用这个线给你们画，其实会比较好理解一点。注意了，颜色我们调的深一点。你看啊，笔尖向这个地方点按擦进来啊，你看，看到了吗？直接擦过来。对，这个好学吗？天哪，你说要不要揍他？
看我干嘛？你还好意思看我啊？睡懵了是吗？哎，你是不是睡懵了？我跟你说。好，你看啊，这个地方擦一擦，擦一点我们这个淡墨出来，然后继续的，这个嘴巴怎么画很重要。这个眼睛呀，你得画到，你看这个地方加平一点，你看把这个眼睛画哪里啊？他已经彻底睡懵了。蘸一点我们的墨汁啊，刮干一点，就是墨汁稍微刮干一点啊。你看这个眼睛画在下面，画这儿，眼睛加这个地方啊，加这个地方。然后你看顺着这个尖尖的地方，你看加什么呀？哎，点擦一下，往上带，往上带。你看这个地方，点一个勾到这个地方啊，勾这个地方。好，因为这个小鸡你这种俯视的感，它有个什么？有个小孔，有个小孔，而且它不是很，就是嘴巴已经不是很尖，因为是俯视的，就是这样往下看，从上往下看，它就不是很尖。你看上面，哎，点带一下就好了，明白了吗？啊，就是这个造型的啊，它嘴巴不会很尖的，因为是那种俯视的一个状态去看的啊。然后你看，擦干一点清水，一点清水啊，你看，哎，在这个下面拉一下，拉一下，扫一扫。上面你看这个小腿儿，你看横着拉，多拉几个，你看鸡腿儿都见过吧？是不是？鸡腿儿应该都见过啊，好可惜。你看。下面这个旁边，你看还是一样，你看小翅膀再加两个啊，你看，哎，一二，你看加一下俩小翅膀，这边你看再加两个小翅膀，然后呢，哎，把它们你看接起来，小鸡腿接一下，这个呢是它的小尾巴，你看给它这样子比肩朝外来一下，比肩朝外给它这样啊，呲两下啊，呲两下，加两个小腿儿。小腿的话是藤黄，加点我们的赭石，藤黄加赭石。你看我还是用3条线去画，你看，哎，1、2、3啊，3条线。这一边呢也是一样，你看，哎，长一点啊，长一点，1、2，就让它有点什么长短不一的感觉啊，这样子，然后把它加粗。就很多人在画的时候啊，他会很容易把它画得很长，那样子有的时候你不太好控制不好你的什么呀的用笔，你看，然后你看反复的再加一下，因为这个鸡爪子其实没关系的啊，你看，小鸡爪子其实没关系的啊，加一下就好了。然后你拿的比较深色的墨汁啊，点一下它的后面，你懂的，一点点深色的墨汁，你看点到这儿。一点点啊，点一点就好了。然后我们把花蕊画上，啊，花蕊画上。妈呀，二宝你走开。对，是的，然后把花蕊画上啊。画好了就可以截个图。鸡冠一会儿煨干的时候再加啊，煨干的时候，等它煨干的时候用那个赭石加一下，或者是蜀红加这个花蕊啊。啊，这播到11点了。抓紧时间。你看我拿出一支这种小点的笔，画花蕊。这个花蕊我今天就画的稍微简单一点，3绿加太白。3绿加太白啊，是的，所以我要抓紧时间。你看，笔蘸太白加3绿，还这么多人。
太白加点3绿，在里边呢画一个什么呀？画一个什么？你看，哎，一朵小花，画一朵小花啊，画一朵小小的花花。这个蕊不大，这个蕊不大。一朵小花，然后呢蘸一点胭脂，把这个小花给它勾勒出来，对吧？给它简单的调整一下，然后呢画我们的什么呀？白色的花丝儿。因为我之前讲过，我说画白色的丝会比较花瓣花蕊会比较好画。你看，哎，1、2、3，你看穿上去，对吧？你看啊，洪荒之力了，今天太耽误你们休息了。你看这个小丝丝给它画出来，简单的加一点小丝儿啊，你看稍微加的凌乱一点，加点小丝，差不多就行。好，藤黄加上我们的太白，你看我的颜料很厚很厚很厚啊。不要太薄了，厚一点，往上面点。好的，往上点啊，一点一点，你看。一点一点啊，往上去点。有一些呢可以覆盖过它，有一些可以稍微盖过去。OK 了啊，这样呢，我们这个啊，蕊就出来了，啊，蕊就出现了。最后叶脉稍微调整一下，因为这张图是一定要勾叶脉的。这张作品如果不勾叶脉的话，它不显，它不明显，所以这张图叶脉必须勾。叶脉呢是我们的胭脂加墨汁，胭脂加墨汁去勾啊，这个叶脉必须要勾。因为有一些叶脉可以不勾，有些叶脉是一定要勾的。像这种内容比较多的情况下，叶脉就要交代清晰。好，看这里啊，我们把叶脉勾上就结束了。把顺着它的所有叶脉全部勾出来，因为你勾出来叶脉，它才会比较清晰一点。不勾的话，它本来就很容易跟这什么跟篱笆融合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啊，叶脉是必须要勾的。就你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勾？就是你觉得它跟很多内容它不会特别，就是跟很多内容它不会穿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勾。但是像这种情况，它是一定会，你看它是比较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叶脉不光要勾，还得勾的黑，对吧？你不光要勾，你还得勾的黑点。
OK 啊，这样就画好了，点点胎，点点胎点啊，这个胎点呢在下面这个枝干上，你看点一下。点完胎点以后啊，毛笔清洗一下，蘸一点我们的赭石，清洗一下，蘸点赭石、花青啥都可以啊，都是水的情况下，你看，点一点在下面，密一点啊，密一点，4尺斗方的70×70厘米。